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日前发生在江西高校的直属围压事件，再次刷新国人的三观。历经半个月的闹剧，终于有了最终的定论。官方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是现代版的指鹿为马事件，所谓唯属证明的结论来得叫人啼笑皆非。6月17日，由江西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国资委、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的联合调查组，对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学院食堂饭菜中疑似吃出鼠头事件发布联合调查报告。联合调查组经勘察现场，调取监控视频，6月1日，学生在食堂吃出疑似为鼠头的异物，被涉事食堂工作人员事发当日丢弃。通过查看食堂后厨视频，查阅采购清单，询问涉事食堂负责人、后厨相关当事人、当事学生和现场围观学生等，判定异物不是鸭脖。根据国内权威动物专家对提取的当事学生所拍现场照片和视频进行专业辨识，判定异物为老鼠类啮齿动物的头部。调查结论一经发布，迅速冲上各大平台的头条热搜。网友们感叹：好一出直属围压的荒唐闹剧的同时，不免唏嘘，本应该是为民代言的公权机构，公信力尽失，本不该是笑柄的人却沦为千古笑柄。这场从学校食堂到整个江西省，再到全国，最后走进联合国的鼠头闹剧，波及面之广，影响之坏，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尽管如此，事件发酵到今时今日，围绕在整起事件的诸多谜团，还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根据联合调查组的结论，所谓异物在事发当日就被食堂工作人员丢弃了。那么当时学校和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昌东分局送检之物到底是何物？所谓鼠头就是鸭脖的结论又是从何而来？涉事学生为何在学校声明时突然改口？不但坚称说是自己弄错了，而且全盘否定了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肯定是老鼠头的最初结论。我当时拍这个视频发到了网上，发现不是为老鼠头，而是为鸭脖，会出来澄清一下。另外，涉事企业到底有何背景，居然能让学校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亲自下场为其站台？联合调查组结论发布后，貌似清朗的拨乱反正，唯属证明之举，却也让整个事件及其中间发生的事情开始变得迷雾重重。具体怎么回事？鼓励大象马上开始。可能还有些朋友对此次事件不是很清楚，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6月1日，一则为江西高校饭菜中吃出老鼠头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引发关注和热议。其实现在来看，整个事件并不复杂。一名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学校食堂吃饭时，从饭菜中吃出了一个疑似老鼠头的异物，随即这名同学便向打饭的阿姨询问。但让这名同学相当吃惊的是，这位阿姨当时义正言辞地对这位同学说：“这是鸭肉，这么多毛是什么东西啊？哪里有毛啊？这个东西就是鸭脖。”同学很郁闷，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自己虽然年龄小，鸭脖和鼠头这么明显的事情，自己还是分辨得出来的。随后，这位同学向学校食堂发起了投诉，但让这位同学没想到的是，学校食堂给定的回复依然是：这不是鼠头，是鸭脖。当时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是一阵的反胃，这里就一闪而过，不再恶心大家了。食堂没容这位同学反驳，直接否认了食堂饭菜中出现异物的事实。同学看这架势，这是拒不认错啊！这位同学此时那是一个既生气又无奈啊，但同学心里实在憋屈，怎么着也不能让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吧？就在此时，有人支招，那就把视频直接发到网上去，听听网友怎么说，好吗？视频发出后，还没等这位同学反应过来，这段视频就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网友们的讨论声也把江西工业职院迅速推上了风口浪尖。6月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无讽刺意味地发了一张鼠身鸭头的图片，调侃地说道：“媒体与信息素养使人们能够在面对信息和运用数字工具时进行批判性思考。理性点讲，一个教书育人的大学校园里出现这样的食堂卫生事件，不管是学校还是学校食堂，都应该客观冷
冷静地分析处理一下，最起码食堂或者学校都应该紧急公关一下，涉事食堂向学生道个歉，给予一定的赔偿，然后有学校出面对食堂进行整改。如果舆论已经发酵到社会上去了，那就应该再对公众开诚布公的道个歉，这样事情很快也就过去了。但是不知道涉事学校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涉事的学校他偏不这么做，不但不这么做，他还朝着相反的方向急速狂奔。学院官方先是发文通报，言辞力证地说视频中的异物进行调查和比对，确认是鸭脖，而随后发布视频的同学也出具书面说明进行澄清，并迅速删除了事发视频。尽管这位同学表现得镇定自如，态度诚恳，但如今看来，说是没有受到来自校方施加的压力，我想任谁都是不会相信的。想想这个事情就是如此的魔幻，本应是教书育人的大学校园，食堂、老师、学校居然沆瀣一气，逼迫学生参与平息舆论，发布违心言论，这是你们应该做的事情吗？一帮道貌岸然的斯文败类，好好的学生被你们三观尽毁。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江西工业职院新媒体主任更是堂而皇之的通过媒体官号，利用公众的所谓从众心理，企图通过所谓的公众传播专业文案，让网友认为是自己被引导产生错觉，将其认定为是一种心理锚定之后产生的幻想性错觉。 What？ 还真的是应了那句话，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你们是一边道貌岸然的教授学生，任何事情要实事求是，一边又在学校食堂出现问题后，不是实事求是的调查事件，而直接扔掉证据，直接去找提出问题的人去解决它。最讽刺的是，舆论控制之下的跟帖里写着这么一句话：谣言止于智者。这还真是三人成虎的威权之下，指鹿为马未必不会成真。你们就是这么堂而皇之的制造谎言的。6月3日，江西工业职院发布的情况通报里面有这么一段：南昌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情况报告后，第一时间派出执法人员到我校开展调查，问询学生及相关知情人，对食品留样进行采样检测。意思是说，不光我们学校和当时的学生已经确认了涉事的是鸭不是鼠，就连市场监督局的同志们也都调查背书了。你们就是不相信我们，也应该相信监管部门的调查吧。也第三赶到现场，反复地比，确认这个异物就是鸭脖。是，确实是。当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快速下场并得出结论的时候，广大的人民群众确实也被带偏了。南昌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昌东分局局长江协学半月前曾面对媒体言之凿凿地说过，经过反复比对确认，异物就是鸭脖。哦吼，本来热度已经降下去的事情，被江局长这么一下场，成功的又把这个事情迅速升温，视频的热度高居不下，评论区的评论更是高潮迭起。网友们不无讽刺的调侃评论说：“是的，江局长，这是鸭脖。”更是有人笑称：“这是局长吗？他是怎么做到这个位子的？真是奇迹中的奇迹啊！学校和这个局长到底有什么关系？要不然他怎么敢这么空口白牙的说谎话？”舆论发酵后，表面看似普通食品安全的问题，已经上升到一个社会问题。不夸张的说，这个社会问题已经涉及到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公信力的问题。这个事情在2023年的今天相当的魔幻，甚至很多人不愿意相信，一个地方政府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居然面对大众，为了毛血人和毛血单位的个人利益或毛血不可告人的目的胡说八道，指鼠为鸭，这简直是现代版的赵高在世，为达目的不惜颠倒是非，指鹿为马。学生、食堂、学校为了一个鼠头异物极度被动难堪。如果真是鼠头，就是公共卫生事件，学校是要挨板子的。这个显而易见的利益关切，本该是昌东分局最该警惕、最该避嫌、最该公正对待的基础动因。然而，昌东分局的局长却以漏洞百出的方式把公信力赔了进去。当他义正言辞、煞有介事、旁若无人的宣告结论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敢质疑的，因为他露正脸、露身份、露职务，把自己和公信力全搭进去了。很多人因此失去了较真的勇气。但是好在还有很多人选择不相信，因为观感上的鼠头和鸭脖反差实
实在是太大了。现在我们还真想听听这位江局长如何解释，你们这些领导和专家难道真的分辨不出鼠头和鸭头吗？如果你们能分辨出而不去分辨，甚至混淆视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并且不惜牺牲官方的公信力作为代价。江局长们，你们知道这些人在我国古代有个专业的名词代指他们吗？来，同学们和我一起念：蠹虫。引申一喻侵蚀或消耗国家财富的人或事。江局长的下场非但没能平息舆论的发酵，反而令事件的走向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全民讨论热度不停上涨的同时，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图调侃后，国外媒体也开始争相报道。江西省委不得不责令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此事。6月17日，事发半个月后，江西省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国资委、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公布调查结果。这个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不再重复。至此，这场直属围鸭的荒唐闹剧才算正式落幕，真相也大白于天下。根据新华社发布的新闻内容来看，确认了南昌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昌东分局、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认真调查取证，发布义务为鸭脖的结论是错误的。经认定，江西工业职院对此次事件负主体责任，涉事企业负直接责任，市场监管部门负监管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吊销涉事食堂食品经营许可证，对涉事企业和法定代表人顶格处罚。下一步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西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昌东分局相关责任单位、涉事企业和责任人。我特意翻了很多媒体的报道，大部分的媒体并未提及对涉事企业和个人的具体处罚办法，只有新华社的这篇报道提到了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将进一步依法依规进行处罚。报道中指出，将对涉事企业和法定代表人顶额处罚，意思就是说，就目前法律法规规定的最高处罚，具体怎么处罚并未指出。OK，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家所谓的涉事企业到底是何方神圣。根据纵向新闻报道的内容来看，涉事食堂供应商为江西中快后勤服务有限公司，其母公司或经营高校食堂项目多达700多个，自称规模直逼海底捞。这个数字听起来已经相当吓人。这个中快后勤公司不仅能在高校食堂招标项目中屡屡中标，而且出事后居然能有监管部门的领导下场解释，这里面是否有隐情？相关部门，是你们该出手的时候了。调查组发布调查结果后，通报的内容非常详细，从求证到结论，再到涉事单位的处罚结论，但中间被忽略的大众一开始就比较关注的几个点依然没有得到答案。老鼠从何而来？鼠身去哪里？既然官方证实义务为鼠头，这只老鼠的身体去了哪里？会不会也被做成了菜，端上了学生们的餐桌？既然如此，不仅吃出鼠头的学生要给予赔偿，那么当天所有在学校食堂用餐的同学都可以提出索赔或其他合理的需求。另外，不仅要弄清楚老鼠的去处，也要关注老鼠的来源，这一点十分重要。如果老鼠是从食堂内部出现，那么说明食堂卫生不达标；可要是老鼠源自食堂供应商，那说明食堂进货渠道有问题。只有将其弄清楚，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第二，学校是如何送检已经丢弃的食物，是否受人指使？在官方通报的内容中，有一点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学生吃出异物后，异物在当天下午就被食堂工作人员丢弃了。那么是不是就说明当时学校送检的异物已经被人调包，这才导致了直属围鸭的闹剧的发生？那么丢弃异物的这一行为是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还是受人指使？涉事人员是否涉嫌摧毁证物、瞒报虚报的罪行？第三，涉事学生为何突然改口？对于这个问题，想必大家跟我一样非常好奇。涉事学生刚开始非常肯定异物就是老鼠头，可几天后就开始跟学校口吻一致，坚称是自己弄错了，异物就是鸭脖。这究竟是学生真的发现自己弄错了，还是如网友们猜测的那般，该学生受到了学校的警告才不得不妥协？如果是前者，还能说得过去，毕竟这个异物是老鼠头还是鸭脖，连市监局都能弄错，学生们看错也很正常。可要是后者的话，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学校此举已经涉嫌违规，逼着学生去说谎。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理应教会学生
生要诚实有担当，而不是为了平息舆论让学生们去撒谎。学校领导应该就此事给公众一个交代，要不然真的要考虑一下，你们是不是还适合待在原来的岗位上面了。节目最后，我想用澎湃新闻对此事件的评论结束今天的节目。鼠头鸭脖之争不是一场闹剧，而是关乎食品安全和社会信任危机的一件大事。不重视食品安全问题是涉事各方的第一宗罪。视频里令人作呕的强烈视觉冲击，让涉事企业和学校成为众矢之的。在全社会如此重视食品安全的今天，一家大学校园的食堂里居然在饭菜中出现了疑似鼠头的异物。涉事食堂平时管理如何，质量如何，也就真的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了。饭菜里出现鼠头，在给当事学生造成极大伤害的同时，也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一阵胃部搅动。罔顾事实，指鼠为鸭，这是涉事各方的第二宗罪。如果涉事学校和市场监管部门能实事求是、说实话、办真事儿，大胆承认、严肃处理有关企业，举一反三，查牌问题，事情也许不会闹到如此地步。造成社会信任危机是涉事各方的第三宗罪。针对此次食品安全事件，江西省成立了由省4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规格不可谓不高，但是本来是如此明朗、简单、责任明晰的一件事，都需要出动阵容如此强大的调查组才能还原真相，可见背后的阻力究竟有多大，给群众带来的信任危机有多深。如若此后发生类似事件，基层部门单位的声明公告还能不能服众？我想老百姓们的心里自有一杆秤吧。2233年前，赵高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指着一只鹿对秦二世说：“这是一匹千里马，特意进献陛下。”群臣不敢多言，是鹿不是马的违心苟活，是马不是鹿的获罪被杀。2233年后的今天，有人又想指鼠为鸭，只是历史的进程已经不是装腔作势和装聋作哑就能瞒天过海的时代了。真心希望朗朗乾坤，清明太平。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顺遂。